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周三发布的新闻公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正就612基金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或其他香港法律展开调查。612基金因明目张胆支持黑暴，受到香港社会批评。该基金此前宣布将于10月结束运作。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指出，612基金无法无天，必须严查到底。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公报称，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正就612基金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或其他香港法律展开调查。而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7，警方可以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提交物料令，要求有关人士提供与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有关的资料。 香港警方强调，违反香港国安法是极其严重的罪行，其中以金钱或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香港国安法下的罪行同属犯罪。612基金长期为黑暴及蓝潮分子提供所谓的心理、医疗和法律补助，是黑暴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港媒周四还报道称，5名612基金信托人包括吴霭仪、何秀兰、徐宝强、陈日君及何韵诗，以及为基金提供资金托管及收支服务的真普联公司董事等近10名黑暴推手，已收到警方向法庭取得的提交物料令。这些人必须在指定时间内提供有关组织运作及资金往来等资料，其中包括多次众筹的详情、账户资金往来详情、捐款人资料、捐款用途及支援项目细节、受助人资料及一切与组织营运的相关资料。香港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警方获法庭批出提交物料令，反映出警方肯定已經掌握一定犯罪證據。如果你冇犯罪意圖咧，你係冇可能不經不覺之間干犯咗法例或者干犯咗國安法。612基金或者真普聯佢哋嘅運作上，可能佢哋有啲資料係可以幫得到警方去繼續追查或者防止有人干犯國安法。香港東網稱，612基金成立初期多次收受蘋果日報的大額捐助，黎智英及壹傳媒等高層都被控勾結外國勢力，相關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港媒也多次揭露，蘋果日報及壹傳媒的資金來源一直以來都非常可疑，極有可能就是黑錢，涉及外國資金通過蘋果日報迂回的交予612基金。此外，有明確證據顯示，612基金曾收取於美國成立的黃色蒲公英基金會的近7萬美元黑金。這是一家總部在美國洛杉磯的山豹組織，曾為黑豹活動購買了大量裝備。612基金呢，在不具有合法注册條件的情況下，依然能夠運作2年之久，並且呢，能夠運作那麼大規模的資金去支持香港的黑暴行動，支持香港的反中亂港的勢力。說明呢，香港的愛國者治港呢，確實沒有落到實處。因此的話，612基金背後到底誰是保護傘？誰掩護了這個基金長期從事違法以及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這也應當是香港警方國安處呢偵查的一個重點的方向。因此這個案件呢，我預期會是香港國安法上又一個標誌性的案件。何韻詩不斷在國際場合散播謠言。2019年7月，他向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聲稱，香港警察向手無寸鐵示威者開槍射擊，並妄稱希望將中國從人權會議中除名。同年9月，他還和黃之鋒一起到美國遊說美方制裁中國政府及香港特區，與美眾議長佩洛西會面，並鼓吹涉港法案。在612基金8月宣布將停止運作後，何韻詩卻仍稱需籌款約2500萬港元，以維持結束運作前後的行政費用及報銷費用。該基金最多時籌款超2億元港幣，現在僅剩下不足200萬元。港媒曝光，這些錢大多以所謂法律援助的名義流向了藍潮派律師的腰包。